结婚4年，怀孕2个月，还未生产，却收到一条医院产科消费信息，本想捉奸，结果发现我不止怀孕慢人一步，结婚都比小三慢一步，欺人太甚，只好反手将丈夫送入监狱。亲情长相守，真情在人间。大家好，我是秋兰，欢迎观看《真情人间》。我结婚4年了，一直没有生孩子，婆婆一心想要抱孙子，逼着我吃了很多说不上名字的中药，不吃就撒泼打滚，喊的声音让人头皮发麻。你要吃药啊，这都是我辛辛苦苦的求来的，这些药材现在可不好找，我都是去村里求人家的，现在你不吃，怎么对得起我在别人面前低三下四豁出去的老脸？天杀的，我儿怎么就娶了你这么个倒霉催的，不生孩子，药也不吃，你是不是存心来气我老婆子的？嫌我命太长了是不是？还是看我老婆子不顺眼？这让我怎么活呀？我在亲戚面前都抬不起头，家里的罪人啊！我好不容易找的中药，辛辛苦苦的煎，你还不吃，觉得我老婆子在害你不成？我不活了，好心当成驴肝肺，怎么办啊？我愧对死去的老头子啊，愧对刘家列祖列宗。老头子，你等等我，我下来找你，你不要怪我。妈，这药也不知道加了什么，闻起来太冲鼻了，这事也不能着急呀。实在不行，我和素阳去医院查查，找医生调理一下呢。医院都是骗人钱的，谁知道医生会不会下套，让做这检查做那检查，花那么多钱屁用没有。我儿子可不去，我儿子健健康康的，去什么医院？你也不许去，医院都是细菌，万一回来传染到什么不该传染的，影响我儿子怎么办？不能去。妈，你不能这么想啊！丈夫打断我说的话，请你忍一忍，妈也是为了我们好，把药喝了。妈一把年纪了，当初一个人养大我，吃了不少苦，你多体谅体谅她，就当为了我，为了这个家，早点怀孕，妈早点抱孙子，3世同堂，儿孙绕膝，让妈高兴。我心里有气，但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她是长辈，我忍了。婆婆看到我妥协，立马顺杆爬道：早这么不就好了？一天天也不知道想什么，浪费我的心思，反倒显得我像坏人了。我这都是为了你好，白眼狼，成天就知道气我老婆子，让我晚年都不得安生。我惹不起还躲不起吗？每天除非必要，都是特意避开婆婆的生活作息。我工作压力大，再加上特意调整的作息，经常熬夜，月经晚来也是常有的事，我也没当回事。还是朋友柔柔提醒我说，你这都2个多月没来了，以前再晚也没这么久啊，不会是你婆婆给你灌药灌出毛病了吧？我想到婆婆每次端药的嘴脸，我就一阵恶寒，应该不是吧？我现在都避开她走了，天天也就见1、2面，她现在也太阳从西边出来了，也不催我喝药了。那谁知道呢？毕竟入口的东西，反正你明天项目不是告一段落了吗？公司也没啥大事，休息休息，去医院查查也放心一点。说不定啊，你怀孕了嘞。我本想说算了，不是什么大事，但是听到柔柔最后一句话，心里还是颤了颤。丈夫最近出差去了外地，婆婆也不见人影，我也不想声张这个事情。第2天就直接一个人去医院，抽了血，做了检查，等报告。坐在医院大厅，我看到我婆婆提着个保温桶，咧着个嘴往病房那边走，就像中了500万彩票一样。我以为我最近忙得眼花了，毕竟婆婆一直不喜欢医院，怎么会无缘无故出现在医院？我也没多想，以为自己看错了。到下午6点，报告出来了，我怀孕了2个月。我拿着报告的手都在颤，
差点在医院大厅哭出来。盼了那么久，终于，我都不知道是怎么找到医生的，迷迷糊糊地记下了医生说的注意事项，在医院平复了心情，正要给丈夫打电话，突然又看到婆婆了。这次我敢确信没有看错，就是她。我想过去和她报喜，看到她往妇产科那边走，奇怪得很，好好的去妇产科干嘛？这时我突然收到了一张绑定的我号码的信用卡发来的手机消费记录短信：东方医院产科完全缴费17688.5元。东方医院就是我现在所在的医院，产科生产，谁生了？想到婆婆走的方向，还有短信消费记录，我倒要去妇产科那边看看是个怎么事。生孩子花钱花到我头上来了，根据手机上的消费记录去护士站咨询，轻易的就得知了病房的房号，病房门是开的，我婆婆坐在病床前抱着个孩子，还没等我走进去，我就听到那个本该在出差的丈夫声音：老婆辛苦了，给我生了大胖儿子，给我老刘家留后了，你说你想要什么我都满足你。对对对，真是苍天有眼，一举得男，不像那个不说了，大喜日子不说扫兴的话。我的乖孙孙，我在门口听得脸色煞白，简直不敢相信我听到了什么。我怀着侥幸，希望是我听错了，不可置信地往前走了2步，就看到丈夫的一张侧脸，正在亲病床上的产妇。病房里的人都被产妇吸引，没人注意到门口的我。我无法面对眼前的场景，我逃跑了。大喜大悲，惊惧之下，我当天晚上就发起了烧，家里空荡荡的，就剩我一个人，烧得迷迷糊糊的。还好我柔柔打电话来问我检查情况，听出我声音不对劲，匆忙赶到我家。我看到他也忍不住，抱着他哭得手脚麻木，浑身不自觉地抽搐。晴晴，你怎么了？别吓我，我陪着你呢。没事没事，我在。我哭得力竭，昏昏沉沉地睡着了。第2天醒来，房间漆黑一片，躺在床上，静悄悄的，就像被抛弃了一样。姐姐，祖宗，你终于醒了。昨天把我吓死了，照顾了你一晚上，你可要好好请我吃几顿才行。他进来，漆黑的卧室被打开了一个口子，我看到了阳光洒进来了。我又想哭了。不是，别呀，别哭啊，我给你煮了粥，你喝点缓缓。他没问我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也没说，我们就静静地倚靠着待了1天。最后他走的时候和我说，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你想和我说的时候随时找我，只要你找我，我一定在。我向公司请了年假，收拾东西搬离了那个家。为了不打草惊蛇，发短信给丈夫，我公司安排出差1个月，和你说一下。他一直没有回复，也不知道是不是在陪他的亲老婆，没空回我这个糟糠之妻。我只想逃离，我不想再待在这个窒息的家里。我是在大学社团招新的时候认识了他刘素阳，他是我的直系学长，再加上阳光帅气的外表，很轻易的就能俘获女生的芳心。我相貌平平，没什么能拿得出手的特长，但他却注意到了丑小鸭一般的我，对我无微不至，体贴入微。他说他喜欢我的奇奇怪怪，喜欢我抬头看他的眼神。少女怀春，终究还是拜倒在了他的石榴裤下。我们的感情非常稳定甜蜜，他的朋友不理解他为什么会选择我，他也总是笑着在他们面前夸我。你们不懂，晴晴虽然看起来平平无奇，但是她有非常值得的一面。我觉得遇见她是我这辈子最大的幸运。在她大3这年，学院派她出国学习1年，没想到这一去音讯就断断续续，经常几天不回信息。
电话也不接，每次联系我就和我哭诉生活困难，语言不通。我心软之下，就把父母赚的生活费和存下的钱几乎全都汇款给他。朋友一边骂我恋爱脑，一边接济我。我数着日子盼他回来，但是1年后他没有回来。他说他要在那边继续深造。临近毕业，我和他的联系基本维持在1个星期1通电话。我也能感觉到他对我越来越冷淡的态度。在我认为我们这段感情终究没有抵过异国的沟壑时，突然他出现在我家楼下，狠狠地抱住了我，对我说：“对不起，晴晴，我当时下飞机遇到了意外，我的通讯设备和身份证明都丢了，还好当时和我一班飞机的同学帮了我，所以我才没有办法及时联系你，让你担心了。这段时间我一直在打零工，维持基础的生活，还好有你后来的赠予，我才能继续维持我的学业。教授让我继续在那边深造留任，我不愿意，国内还有你，我放心不下你，为了你，我回来了。”他就像偶像剧里的王子，一道圣光出现在他身上，我再一次陷进去了。他的家庭条件不好，上学都是靠助学贷款，出国的生活费用几乎都是我承担。我是家里的独生女，父母也很开明，希望我开心幸福，没有多为难他，只要求他对我好。为了我着想，我家陪嫁1套房1辆车，他家出了3万彩礼。在我毕业后，我和他结婚了，我们一起装点我们的小家。他说这是他之前想都不敢想的日子。他有一个书房，书桌上只放了一个相框，里面是他在国外的时候和他的导师同学一起的合照，他笑得灿烂，旁边的女生也很好看。我们的新房，你不放我们的合照，放个老师同学的集体照干什么？嗨，虽然出国那段时间日子苦，但是我也遇到了很好的同学，幽默的教授。我这不是想着以后再见面的机会不一定有了，这不是想纪念一下，你不会吃醋了吧？哈哈哈哈哈！我心里不舒服，新婚燕尔，我也没多说什么，只是在偶尔看到的时候，还是会留下一根刺。搬走之后，我又去了趟医院，之前太过于仓促，没有仔细看那个女生的信息。正是凑巧，我到的时候，病房里没有其他人，病床上的女生睡得正香，旁边的孩子也呼呼大睡。我看着那孩子，这是我丈夫的孩子，他和其他女人生下的孩子，我喝了那么久的药都没得来的孩子，他的私生子。我觉得一切都非常的荒诞，我强迫自己转移视线，看向旁边的产妇。虽然生产过后女生的样子有些憔悴，但是我还是一眼就认出了，她就是他书桌上照片里站在他旁边的女生。原来你们那么早就认识了？他说的在飞机上帮助他的同学是他吗？他们在国外朝夕相处的时候，是不是已经暗度陈仓了？病房的温度很适宜，但我的手脚控制不住的发冷，脑子却愈发清醒。我记下了病床前的产妇名字信息。出了病房，我直接联系了私家侦探。接通电话，我开门见山地说：“侦探你好，帮我查一下苏雨的基本信息。他目前在东方医院妇产科病房1322，他的过往经历，我希望能今天发给我，可以吗？”“可以，得加钱。”“好。”说来也好笑，之前想让私家侦探帮忙找不孕不育的专家，现在好了，医生还没结果，要找丈夫小三的信息了。紧接着我去了律师事务所，接待我的律师姓唐，是个看起来很温柔知性的女性，专门处理女性离婚事件。从唐律师口中得知，离婚的一审成功率是不高的，最好手里要掌握对法出轨的确切证据，
而且证据来源必须合法。唐律师，我想让他净身出户，可能性大吗？我也很想帮助您，但是我国法律并没有净身出户的规定。如果走向起诉，有足够的证据，我可以向法院争取最大的补偿。孙女士，我建议您尽快掌握男方的出轨证据，查清名下的财产问题，做好财产保全。还有，请您保护好自己的人身安全。掌握好信息后，可以先和男方摊牌，协商离婚。如果未果，我们再进行起诉离婚。我会尽我最大的努力帮您的。和律师沟通后，我的心定了下来。我知道这个时间家里不会有人，丈夫和婆婆一定在医院。趁着家中无人，我联系了安装监控的师傅，把家里的客厅、卧室、书房都安上了隐蔽摄像头，连接到我的手机。我尝试在家里搜索信息，书房的电脑上了锁。我输入他的生日、他毕业的日子、我们结婚的日子，统统错误。我想到了苏雨，输入了他大3那年飞往国外的日子。电脑打开了，真恶心！我看到了他怕我发现，在手机上删除的和苏雨的聊天记录，他备份在了电脑上。他知道我尊重他，我不会碰他的电脑。再加上猜我肯定不会知道密码，就那么明晃晃地保存在桌面文件夹。看着里面不堪入目的话语，我一一的拍照保存下来，这可是最有力的证据。在电脑里，我还意外发现了一张3个月前的大额保险回执单，上面投保人赫然写着刘素阳的大名。想到了历历在目的新闻案件，我的后背一阵发凉。杀妻骗保，我不敢想象。结婚4年，恋爱7年，刘素阳出轨不够，还动了杀妻的念头。我到底是做了什么十恶不赦的事情，要这样对我？000，电话铃声在空荡的房间响起。缓过神，我才发现我的后背出了一身冷汗。是侦探的电话。孙姐，我查到了，苏雨，江南人，之前就读江南附属学校，一路直升高中，毕业后申请出国留学，在2017年4月12日前往日不落国就读大学。目前出入境记录显示，已经回国1年多了。2017年4月12日和刘素阳出国同一天。果然，飞机上的同学是他。孙姐，有一点奇怪的是，苏雨她的家庭条件不是很好，父亲赌博，和母亲离婚，跟着赌鬼父亲一起生活。按道理来说，应该是支付不了日不落国高昂的学费的。行，我知道了，你继续查他在国外发生了什么，再帮我查查我老公刘素阳和他的关系。我这边还有一张保险回执的照片，我发给你，帮我查一下保险详情。明白，安排好事情。我瘫软在沙发上，看着是那么温馨小家，现在却觉得是那么的虚假陌生。我摸了摸肚子，宝宝，是我对不起你，明明是那么期待你的到来，但是我现在没有办法确定，在你降生后会全心全意的爱你。你降生不在一个不充满爱的家庭里，是对你不公平的。对不起。我联系了柔柔，和她讲述了这几日发现怀孕、发现出轨、发现不堪记录、发现大额保单的事情。她是一个急躁性子的人，听到我说的时候已经怒不可遏。刘素阳这个狗东西，他还是人吗？畜生转世！你在哪呢？我马上过来。和柔柔见了面，她带我离开了家，知道我这几天搬出来住酒店，直接安排人把我的行李打包到了她家。你不第一时间和我说就算了，你搬出来不去我那住酒店，你是不是没把我当朋友？接下来你什么安排？我全力支持你。不是我不想告诉他，这种事情不是100%确定，彻底失望，我难以启齿。我要去医院打胎，
我要和他离婚。好，我陪你。第二天，我们直接去了医院，特意挑了同一家医院，联系医生预约了人流手术。也该庆幸，人流手术不需要征求男方的意见，只需要母体本人的意愿即可。我保留了孕检报告、B 超报告单和医生开具的人流证明。我让柔柔去苏雨的产房，趁着没人的时候取几根那个孩子的头发。我再用在家里搜集到的刘素阳的头发，我要给他们做亲子鉴定。1个星期后，我在家里休养。侦探发给了我保险的调查结果，看到上面被保险人的名字是自己后，我已经有心理准备了。被保险人是我，受益人是刘素阳，保单金额是500万。如果我意外去世，刘素阳将在我的死亡中得到一大笔赔偿，而他的情人将能顺利取代我的位置，一举多得，简直丧心病狂，令人发指。如果不是那天我在医院发现那一幕，我不敢想象我会发生什么。保险回执单上写着代理人的名字，是刘素阳的好兄弟林家运。我让柔柔联系林家运，说有一份大额保险单想找他代理，把他约到了离保险公司附近的咖啡厅详谈。到了约定的时间，林家运如约而至。看到坐在柔柔旁边的我，转身想走，柔柔大声拦住了他：“你走什么呀？不是办理业务吗？”声音之大，旁边人的视线已经被吸引过来了。林家运见走不掉，面带谄媚的笑坐在了我对面：“嫂子，好久不见啊，还是那么漂亮。您朋友找我买保险，直接让素阳打电话就行了呀。我登门拜访，哪里还需要您来找我呀？不要和我嬉皮笑脸的。我想你也猜到了，我为什么会来找你。嫂子，你在说什么呀？我怎么听不懂？别装了，你也知道你的好兄弟疑心很重吧？这种事情，你觉得他不会留一手吗？现在我给你机会，把事情说出来，不然我不介意让你听听我在他手机里听到的录音。你们2个的对话可是听得清清楚楚，我已经把录音上传云端。如果我今天没有得到解决方法，我的朋友会马上公布录音，到时候所有的人都会知道你协助刘素阳骗保，你就是帮凶。出了这个门，没有给我想要结果，你觉得你还能在公司待得下去吗？我记得你老婆去年才生了一个大胖闺女，你能承担事情败露的后果吗？我觉得你是聪明人，我相信我们不会闹到那个地步的，对吧？林家运脸色苍白，半天挤不出一句话来。嫂子，您说的这是什么话呀？我只是一个卖保险的，我怎么能帮他做这种事情呢？我冷冷看着他，掏出手机要播放录音。别，我说我是被逼的，我是被胁迫的。嫂子，我也不想的，再给我一个机会，说清楚。3个月前，刘素阳来找我说想给你买份保险，因为公司有规定，保单必须要被保险人到场才能签订。但是刘素阳用10%的赔偿金作为回扣给我，说我不答应就去找我老婆，把我之前对不起她的事说出来了。嫂子，你也知道我老婆那个性格，我不能没有她，我就答应了。嫂子，我真的是被逼无奈，一时鬼迷心窍。您高抬贵手，囡囡还那么小，不能没有我。你老婆不能接受你出轨，所以能接受你踩法律的红线。你做的时候怎么没想到这一天？当然，我来找你也是不想闹大，我需要方案解决这个事情。嫂子，您看这样成不？我等下去把之前那份保单拿出来，我也是第一次做这样的事，所以一直没敢归档，所以这份保单根本就没有生效。我也不想替他做这样的事情的。给你5分钟，把保单拿过来。我直接开口打断了他的话，太牛了情。我本来想着他不承认，
我就酷酷扇他2巴掌，结果你一句一句对的他话都不敢多说，灰溜溜跑了。但他们真的太恶心了，说是好兄弟，实际上都各留了后手，一个录音，一个根本没有归档上传，真是一丘之貉的垃圾。其实没有录音，我是诈他的。我知道刘素阳多疑，他的好兄弟我也有接触，是一个怂蛋，所以才出了这么个险招，赌了一把。但是我们现在有录音了，我慢慢从桌子底下拿出了一支录音笔，录音笔里完全记录了我们的对话。如果林家韵乖乖拿出来保单，我会考虑不公布录音，但是如果没有，就别怪我一起清算了。过了5分钟，就看到林家韵急匆匆往这边跑。嫂子，这是保单，我们就当什么都没发生过。我没见过您，你也没见过我。我朝他点了下头，走出咖啡厅。天气很蓝，没什么云彩，这也算这1个多星期以来发生的第1件好事。老婆，我好想你，你什么时候结束出差回来呀？刘素阳的语气就往常一样，但讽刺的是，我上面发给他的出差消息，他至今未回，现在却能淡定自如地给我发着消息。我不知道，还要一段时间吧。怎么了？没事，老婆，就是想你了。你在外面专心工作，我出差结束了回家了，家里有我呢。我冷笑一声，这是来试探我呢。我转手就打开了我在家安装的监控视频，果不其然，在给我发完信息，就看到刘素阳把手机一扔出了家门。不出5分钟，他就揽着苏雨，怀里抱着孩子，身后跟着老太婆一起走进了家门。一家人其乐融融，我看着他们走进我的卧室，在卧室里相拥亲吻，更在我的床上。苏雨还没出月子，孩子在旁边的时候就忍不住做苟且之事。我心里恨不得现在就回那个房子里，一刀砍死他们。但是不行，我人流后，医生吩咐我要好好休息半个月以上。这才过去了1个星期，去找林家韵解决保险的事已经够勉强了。我不能不爱护自己的身体，我时间多，可以和他们耗。该急的不是我，是生下私生子的苏雨。看着监控里的视频，我不仅录了屏，还用柔柔在家的备用机录了视频，上传到了云端，2次保留证据。下一次见面就是我和刘素阳摊牌的日子，我很期待他的表情。很快又过去了1个多星期，在这1个星期里，我也没闲着。我联系唐律对我名下的资产做了整理和申请财产保全。结婚前的房子车子是由我父母完全出资，属于我个人的婚前财产。而我们婚后的，他用我们双方积蓄购买的车和另一套房子都是我们的婚后财产。他作为过错方，我能划分到60%。当时收集证据的时候，我在刘素阳电脑里不只发现了他和苏雨的聊天记录，我还发现了他帮他直系领导挪用公款、收取贿赂、以次充好调换器材等丑事的证明。我将这一切整理成 PPT 格式，匿名抄送到网上能查找到的所有领导的邮箱里。虽然说是匿名，但这种事情知情者不会超过5个。我相信他的直系领导很快就能排查到他，不出3天，他就会在公司待不下去了。果然，发完邮件不到2天时间，我就听到刘素阳因为泄露公司机密为由被公司开除，并罚了2万元。但是他的直系领导仅只是降职。看来刘素阳成了炮灰人物啊！现在我要回到属于我的战场上了。我直接给刘素阳打电话，我明天出差回来了，你在家吧？明显能听出对面刘素阳听到我要回家的慌乱。在，老婆，你终于要回来了。
我明天给你准备一大桌吃的，好好犒劳犒劳你。我看着监控里苏雨抱着孩子愤愤不平地离开家，老太婆对着刘素阳一顿输出。为了那个不下蛋的母鸡，雨儿还有我宝贝孙子就要走。我和你讲，我的宝贝孙子要是在外面遇到什么意外，我饶不过孙晴晴。你赶紧给我解决掉他，我看到他我就倒胃口，饭都吃不下去。妈，这2天我公司出了问题，我现在手上的资金不充裕，我这不得先从他那边要点钱吗？这么多年了，孙晴晴被我们拿捏得死死的，我想要什么他不给我呀。当年我和雨雨出国的费用都是从他那边薅来的，这次我直接让他手里的把房子过户给你，这样我们就可以开始下一步计划了。哼，这还差不多，赶紧解决。我先去看看我的乖孙孙。好啊，合着他们一家子合谋呢，红走房子下一步应该是该动手了。可惜他们永远到不了那一步了。柔柔，我明天要去找他们摊牌了啊！你一个人去我不放心，我找几个彪壮大汉当你保镖，在门口等你。要是那畜生敢做什么事，肯定打得他满地找牙。看到熟悉的家门，我深吸一口气，一进门，一片祥和，暖黄的灯光，香气扑鼻的饭菜。刘素阳笑吟吟地坐在餐桌旁，这一幕温馨的让人觉得有一丝惊悚。要不是我对他还有利用价值，我都怀疑他在菜里会下毒。老婆，你回来啦！我特意为你做了一桌子你爱吃的菜，饿了吧？快来吃，还热着呢。刘素阳过来拉我的手，鸡皮疙瘩掉了一地。我将手抽了回来，开门见山地说：刘素阳，你做的事情我都知道了。他愣住了，老婆，什么事啊？你在说什么？是不是有什么人在你面前挑拨离间？还是我妈逼你喝药？这样我劝劝他，让他以后不逼你了。不要装了，我什么都知道了。苏雨，听到苏雨的名字，他的冷静很明显快要维持不住了。苏雨，好耳熟的名字，这不是我同学吗？怎么了？哦对，前段时间我遇见他了，是不是被你朋友看到了，在你面前说了什么？我真没有。老婆，我对天发誓，我和他只是纯洁的同学情，我们清清白白的生了个儿子，是不是非要我把证据给你看，你才说实话？我拿出我特意打印出来的聊天记录和他和苏雨在卧室的视频截图。他看到我拿出的东西，脸上变换着颜色，瞪着眼，脸上爆起了一道道青筋，就像个暴怒的狮子，随时要挥动他的手臂。我劝你冷静点，这些我敢拿出来，说明这东西我已经备份了无数份了。你撕毁得了一份，还有千千万万份在等着你呢。哦对，你怎么不好奇为什么突然会被公司开除啊？是谁去举报的你呀？是你，孙晴晴，你什么意思？我们这么多年的感情，你要毁了我吗？不是我要毁了你，是你自己毁了你自己。他发疯了，直接掀翻了整个桌子，盘子噼里啪啦的碎了一地。进门的温馨画面再也不复存在，只剩下了满地狼藉。柔柔听到动静，瞬间领着几个大汉冲了进来，站在我身后。他本来举起的手，看到大汉也只能讪讪地放下，他也只能冲我大吼：孙晴晴，你个毒妇，你怎么变成了这样？我只是犯了男人都会犯的错，你这么斤斤计较，和以前温婉的你简直判若两人。要不是你生不出孩子，要不是你一心扑到工作上，让我感觉不到一点家的感觉，我也不会这样。是你的错，够了，少拿以前来恶心我。我现在最后悔的事情就是遇见你，还对你那么死心塌地。都说狗不能喂太饱，这不都想翻身当主人了，门都没有。我现在要求离婚，
赶紧趁着我还不想把事情弄得太难看，就把协议签了，不然就凭我手里的证据，不仅能直接起诉离婚，我还能让你们一家子身败名裂！哈哈哈哈哈哈！这是你早就计划好的，你算计我，我不会让你得逞的，我不会离婚的，你就算是死，也是我刘家的人，你跑不掉的。看到他近乎疯癫的样子，我就知道多说无益，那你等着收法院的传书吧。走出家门，那几个大汉也在替我愤愤不平。他们是市里一家安保公司的员工，他们的老板名下有一些灰色产业。我直接联系他们的老板说，有一笔生意要谈，这套房子市值350万，我便宜50万卖给他们。老妹，我听了我手下的人说了你的事啊，我也挺恶心那种不要脸的人的呀。但是老妹你也知道，也几百万对我来说其实也就是小钱，我也没必要惹一身骚，对吧？大哥，我也知道这是对我们来说可能麻烦事，但对于您来说就是小事一件，您挥挥手让手下的人去解决，只要把他们赶出那个房子，我二话不说立马过户。这便宜的钱就是我请大哥喝茶的钱。行，大妹子，哥不是为了钱，是单纯看不惯那谁。老板办事效率很快，不到1个星期，他们就被灰溜溜地赶出来了。我也提前安排师傅将屋里的摄像头拆除，钱款也很快打到我的账户上。接下来需要时间，法院已经立案，就等传唤了。许久没有动静的业主群，业主在里面疯狂地艾特我。1303的住户，你们家怎么回事？大早上的让不让人睡觉了？就是，我好不容易可以睡个懒觉，我在5楼都听到声音了。紧接着我就看到群里邻居发出的视频，原来是那老太婆大早上的疯狂在敲1303的门，边敲边骂：毒妇，我知道你在家，你勾搭野男人，让野男人把你老公、你婆婆赶出家门，让我们风餐露宿，不管我们的死活。我的命怎么这么苦？怎么就娶了个你这样的媳妇？有没有人管啊？还有没有天理了？天理何在？公道何在？老太婆在门口撒泼打滚。她说的野男人不会说的是老板安排的小弟吧？简直搞笑！我直接在群里回复：对不住大家了，这是我婆婆，因为我丈夫婚内出轨被我发现了，现在我要求离婚，她不同意，才闹出的这事。这是她出轨的部分证明，现在应该是收到了法院的传票才来闹的。我也不在家，我已经将房子卖了，我已经和老板发了信息，他等会就安排人过去。实在不好意思，刷刷刷，我挑了几张截图发在群里，群里安静了一会。我的天，这平常看不出来，真的不能以貌取人，居然是这种渣渣。相信很快通过小区邻居的关系网，刘素阳出轨的事情应该传播得很快，是他们先来闹，把事情做绝，也别怪我不仁。随后邻居在群里再次上传视频，没想到那老板亲自来了。只见视频里的老板脸色发黑，像拎小鸡似的把老太婆拎起来说：我敬你是长辈，我不对你动手，你给我听好了，这现在是我的房子，你们家里的事情怎么样我不管，这是我的地盘，你要是再在我的地盘上闹，也别怪我不尊老爱幼，听到没有？老太婆被吓到了，一句话都不敢放，只知道像个鹌鹑似的点头。大妹子，你这婆婆真不是个东西，但经过哥这一手，她别想再来闹事。哦，对了，前段时间我手下的小弟查到了点东西，我发给你，哥也为你出把力。随即发来一个文档，原来那老太婆也不安分啊，她喜欢去跳广场舞，专挑有钱的亲近。
文档里赫然就是几个开房记录和老头给他的转账记录，里面还贴心地附带了老头妻子的联系方式。阿姨，你好啊，我是您丈夫武办的儿媳妇。是这样的，我听我婆婆说上次她脚崴了，还是叔叔贴心送她去医院的，后面还找了地方休息了。因为我和我老公工作都比较忙，也很感谢叔叔的帮助。我婆婆说叔叔还给她转了很多钱呢，这不是挺不好意思的吗？说要把钱当面还您，您看方便吗？明显能听出对面的咬牙切齿。地址给我，我马上到。我马上把那老太婆现在租房子的地址发了过去，就等好戏了。不出5个小时，老太婆一直给我打电话，我一个都不接，她就给她发短信，骂我骂得越狠，说明她越惨。刘素阳给我打电话，我接了。孙晴晴，你干了什么？这是你找的人？妈的脸都被人家打肿了，钱都被转走了，你到底想要干什么？有什么事情你冲着我来呀？你冲着妈去干嘛？你心里还有没有礼义廉耻了？礼义廉耻，刘素阳，你不如先问问你妈，自己干了什么不要脸的事，才被人脸都打肿了。人家原配还算手下留情了，心里没做亏心事，你们报警啊！不愧是一家子，一个凤凰男，一个知三当三为老不尊的老太婆。哦对，现在还有一个小三苏雨，绝配锁死。你，我直接啪一下挂断电话，全部拉黑。过了2天安生日子，房门被大力拍响，我忍着气看向猫眼，是苏雨，她抱着孩子站在门口，阴魂不散，也不知道他们怎么找到这的。敲门声还在砰砰作响，我直接打开门看他的表演。对不起，晴晴，这都是我的错，是我回国去忍不住找的素阳的，是我勾引的他，这不是他的错。当年我和他约好一起出国，可是我家里没有钱，只有一个爱赌博的父亲，我快活不下去了。我遇到了素阳，他对我很好很好，他还把身上的钱都给我了。我不知道你们当时在谈恋爱，我不知道。后来在国外，我们一起学习，一起做实验，我们很相爱。我爸找到了我，他威胁我，我不给他钱，他就让我嫁给一个离异残疾老男人。我太害怕了，但是我身上没有钱，他也没有了，他只能借钱回国。他在国内，我在国外，他每个月都往我这边打钱，这才让我顺利结束学业。我一回国，我来找他，可是他结婚了，我控制不住自己，我开始和他联系，恢复关系。对不起，这都是我的错。晴晴，我知道你是好人，你成全我们好不好？我求求你了，你什么都有了，我只有他了，你把他让给我好不好？好啊，我一直提议离婚，是刘素阳不愿意。你不应该来找我，你应该去找他。我不知道你说的有几分真几分假，但是你们天造地设一对，我真诚祝福你们。不是你太苛刻了，你什么都想要，你还毁了素阳哥，害得素阳哥工作都丢了，现在也没地方住。你这个坏女人，我才不会相信你说的话。你好狠的心，蛇蝎心肠，你不得好死。说完就把怀里的婴儿往地下一摔，自己往地上一倒。那老太婆突然从楼梯口钻出来，指着我鼻子说：好啊，贱人，这可是个刚出生不久的婴儿，你居然这么狠的下心扔孩子，我的孙子有个3长2短，我一定告你，让你进去坐牢。说罢扶起苏雨就开始报警，一环套一环，一场大戏。都说虎毒不食子，为了搞我，连自己的孩子都摔，可真是长见识了。警察来得很快，要带我们去警局传讯，并让一个女警带着孩子去做伤情鉴定。还好我提前知道来者不善，
提前已经在家用手机录了视频。我行得端坐得正，我不怕。到了警局例行询问，老太婆开始疯狂输出指控我，说她亲眼看到我摔孩子推苏雨，仰仗着楼道没有监控，好一通颠倒黑白。我只觉得好笑，我直接将手机里的视频给警察看，警察看完一脸的唏嘘，可能这种情况也不多见。老太婆看到我录视频，破口大骂：“你有娘生没爹养的玩意！”旁边的警察都听不下去，直接将他拉走了。孩子的检查也出来了，可能是苏雨控制了力度，孩子没有什么损伤。警察面对这种情况也是束手无策，只能口头教育他们，写下保证书，就让我们离开了。我太累了，他们就像一滩烂泥，死死纠缠着我，虽不致命，但让人恶心。解决完一次还会有第二次。唐律师，有没有什么办法，或者在收集什么证据，能让我在一审的时候就离婚？不好意思，孙女士，一审的时候法庭会进行调解，如果调解不成，法庭会判决不准予离婚。但是您这种情况的话，二审是绝对可以判定的。但是许久不联系的侦探给事情带来了转折。孙姐，我查到了一个消息，苏雨和刘素阳在2017年5月11日在爱尔兰登记了结婚，这是公示在官网上的信息，这应该对您有帮助。爱尔兰，一个浪漫的国度，不允许离婚的国度，他们在2017年5月11日登记结婚，而他和我是在2019年6月20日在国内登记结婚。重婚罪，原来他们已经在国外结婚，这样算来，我才是他们婚姻里的第三者。苏雨说的是真的，他们才是相爱的一对。他回国只是因为他心爱的人没钱了，受到威胁了，回来找我要钱，或者说和我在一起就是为了吸我的血，供养他们。刘素阳，你真的让我想到就犯呕，我恨不得自己有台时光机，回到过去痛骂自己一顿。我把消息提供给了唐律，唐律过了很久，给我发了句 OK， 稳了。2023年1月11日，法院开庭，被告席上的刘素阳趾高气昂，应该也是咨询了律师，知道一审大概率是不会判决的，还可以一直缠着我，让我精神崩溃。他笑着听着唐律一条一条说着他出轨的证据，直到唐律说到他重婚的时候，他的脸色终于变了。他的辩护律师也没有想到还有这么一出，直愣愣地看着刘素阳，这已经触犯到了刑法，这是要坐牢的。刘素阳大喊：我没有，法官，我没有，我在国内只和孙晴晴领证，我没有，他们提供虚假证据。法官您好，我们已经提交被告在国外爱尔兰和苏雨女士登记结婚的证明，法律上的重婚及前一婚姻未解除，又与他人办理结婚手续而构成的重婚，只要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不论双方同居与否，或是否举行婚礼，重婚即已形成。根据我国法律第250条，重婚罪有配偶而重婚的，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的，应处5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法官大人，请您判定。刘素阳知道事情已经无法挽回，脸色煞白，见大事不妙。坐在旁听席上的苏雨和老太婆已经哭闹起来，直接被工作人员带离庭审。法官最后判定，原告孙晴晴和被告刘素阳婚姻感情破裂，现判定双方离婚，孙晴晴分得婚后财产的80%，即日生效。被告刘素阳查明所犯重婚罪，法律事实，现处罚4年有期徒刑，即日生效。
我解放了。我用房子卖出的钱，再加上分得财产，又购置了一套房产，一套可以由我自己做主的房子。晴晴，你还记得之前你让我找机构做的那小孩和刘素阳的亲子鉴定吗？鉴定结果出来了，哈哈哈哈哈哈！你过来看，绝对的好消息！柔柔爽朗的笑直冲心灵。亲子鉴定写着，依据 DNA 分析结果，被检大人与小孩之间无亲生血缘关系。我的猜想是对的。苏雨在回国前已经有了身孕，所以回国才急不可耐地找刘素阳当接盘侠。我将亲子鉴定报告和我之前的孕检报告、B 超报告单和医生开具的人流证明统统复印了几份，分别寄给了老太婆和在牢里的刘素阳，自此再无关系。过了半年，我没有特意关注他们的消息，但他们的事迹还是传遍了这个城市。听说了吗？我们这边有一对夫妻，家里人一直以为女方不孕不育，就去外面找小三生孩子。孩子生下来了，那个正妻也怀孕了，发现老公出轨，快刀斩乱麻，直接把孩子打了，然后起诉离婚，还拿着那小孩和男方的头发去做亲子鉴定。结果你知道吗？那小孩不是男方的孩子，笑死了！男方家里人可不是善茬，闹疯了，直接带着孩子又去做了好几遍亲子鉴定，结果都不是，哈哈哈哈！现在简直是狗咬狗，闹得欢。然后那个小三说男方生不出孩子，他才找的别人。然后男方去检查不孕不育，结果若惊，很难有孩子啊。那个前妻怀的那个孩子，岂不是？对呀，那个孩子才是男方的孩子。结果男方自己整这出，以后还没有孩子都难说了。我事业有成，一直没有再婚。我32岁的时候去了一所福利院，领养了一个女孩，她很乖，很听话，也很爱我。我想我能成为一个很好的母亲。感谢大家的观看，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记得点击订阅《真情人间》，并分享给更多的人，这会对我帮助很大。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